英国公布，中国核潜艇跟踪了英国航母编队。菲律宾海水下这场较量，中英海军各有什么得失？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刘小飞。观察者网呢发布了一个消息，说是援引了英国一个小报《每日快报》。后来我一查，这个英国小报算是这个世界报业百强第80名。咱们这观察者网说话也够豪情的。这个《每日快报》说了，8月8号说的啊，英国航母编队在太平洋航行的时候，有多艘中国核潜艇对其进行了跟踪。根据报道呢，是英国海军伊丽莎白号航母编队啊，离开南海进入菲律宾海之后，大概是航行了6个小时，遇到了中国核潜艇。英国海军军官说，本来就预计到了中国海军一定会有这个潜艇啊和水面舰艇进行这个随行观察。在南海航行的时候呢，他们遇到的是水面舰艇。到了菲律宾海之后，航行了6个小时之后，2艘护卫舰就是分别探测到了2艘中国核潜艇，判断是093两艘。而且呢，他们认为这2艘093可能已经对英国海军持续跟踪观察一段时间之后才被英国发现的。另外呢，在编队前方开路的英国机敏级核潜艇也探测到了第3艘093。英国海军对此做了评论，说中国是在快速发展其潜艇力量，我们不能低估中国。但是呢，他们没有美国和英国潜艇部队那种在冷战时期在大西洋深处黑暗空间行动锻炼出来的作战经验。国内呢，也有些媒体呢评论了此事，说英国航母编队就是因为中国核潜艇突然出现被吓得逃走了。相比之下，我觉得这次还是人家英国方面的评价呀，没有恒河咖喱还有台湾甜薯哥的味道，显得更加客观一些。虽然英国也是稍微有一点炫耀自己反潜能力的意思。如果整件事儿确实如同英国海军所说的，应该说这轮较量里边双方各有得失。第一呢，情况发生地点是在菲律宾海，而且说是有3艘中国核潜艇被发现，这说明什么问题呢？说明中国海军已经把潜艇的训练场开始向太平洋方向进行扩展，并且以重要的水道为目标，组织了多艘潜艇进行了展开。展开之后还能够形成多个游猎区域，所以英国海军航母编队在这个地区能够发现3艘中国潜艇。而且呢，发现这3艘093之前，他们说已经被093跟踪一段时间，这就意味着跟踪这段时间就是英国人发现之前，有可能我们的093已经多次达成了攻击条件。达成攻击条件意味着鱼雷或者导弹可以开火了。如果是实战的话，有可能我们的093已经完成了打击，然后脱离。第二，英国能够发现了3艘093，也说明093的这个隐蔽性啊，可能是跟不上时代。我们也需要更安静的新型攻击型核潜艇。不过话说回来了，093跟093也不一样。新入役的093和早期的093性能可以说根本就不是同一代艇。而且高速航行保持跟踪本来就比这个低速航行设伏更容易暴露，所以呢，我们对093的这个性能也不必太失去信心。第3一点呢，就是和平环境下，潜艇和对方进行较量，更多的是看潜艇一方能不能通过设伏跟踪达成攻击条件。只要能够达成1次条件，这其实就是潜艇方抢得了先机，在实战中就有可能开火了。另外，如果持续跟踪还不被发现全身而退，那就是全胜。而反潜一方呢，它的条件是，如果在对方进入导弹或者鱼雷射程之前就能够发现或者识别对方，就算没有使用打击手段把对方逼出水面，也算是反潜方胜利。第4一点呢，就是尽可能利用机会要获取对方声纹，这就是有收获。这么比的话呢，说是一艘老船，如果是有老潜艇，它被人听过好多次，被人再监听一遍也无所谓。倒是伊丽莎白女王号毕竟是新船嘛，第一次的话有点吃亏。最后还要提醒一点，一个国家的潜艇水平是高度机密，反潜能力同样也是高度机密。所以英国这次表态里边估计也会释放一点烟幕，比如说他故意把别的型号的潜艇说成093，再比如说他把别国潜艇也说成中国潜艇，明明是判断正确，却要故意公布一个错误结果。或者说是他发现了093的时候不说，偏要告诉我们093跟踪了好几个小时我们才发现，这也是一种可能性。这样通过错误的这种信息公布出来，会让我们对英国的反潜能力产生误判。正因为核潜艇是这么一种敏感的武器，所以双方围绕情报信息方面的较量和忽悠，与水下较量相比，真是一样的不简单。
好，关于英国发现中国核潜艇的事情，到底该怎么样去理解？我们今天呢就分析到这里，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栏目，我们下期再说。